今天终于又吃到了家满分店铺，好不容易啊！我算是直接吃顿悟了。就是好的寿司店靠的并不是浮夸的装修，而是要看师傅的技艺高不高超，还有食材的搭配方式。今天不是崴的，今天是纯寿司。这家店现在在日本的100家名店里面直接冲到了前10名，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而且它还不是米其林，我就更好奇了，来细细看吧。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しました。失礼します。はい。人多いね。后边年迈的那位是今天的主厨，旁边这位就是他徒弟，我看他就在旁边疯狂的开生蚝。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是3个小菜，看到这个毛豆我还是有点疑惑，这就是普通的毛豆。然后这个小菜我很喜欢，就是腌制的鱼肉上面配了一坨梅子酱。就是梅子味道的腌鱼，特别爽口。接下来的刺身还挺有仪式感，就是师傅切好了之后会一片片放在你面前。第一个是鲷鱼卷的什么什么草，草本味很重，吃起来很清新，翅背就很有嚼劲了。我称它为荤海带，你们懂那个口感吧？脆嫩脆嫩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花鱼，它的做法很不一样，很浓的烟熏味，就像那个干木柴烧起来的味道，搭配着一点小葱，特别香。然后是老朋友茶碗蒸蛋，料都是藏在下面的，是扇贝肉和鸡腿肉，老朋友还是这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上了一份我巨吃不来的菜，生的生蚝，不过还好的是它没有很腥。但我就想问，你们喜欢吃生的生蚝吗？我反正有点吃力，还好，就是生蚝的味道。幸好下一道菜是个熟菜，煮的金木雕和一些蔬菜，看到金木雕像看到了救星。这种小鲜笋也很好吃。吃完这个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寿司环节了。这种看着自己的寿司一个个做出来的感觉还真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以为它是某种鲷鱼，然而它并不是，因为这个寿司油巨多，甚至还有点和牛的味道，脂肪好多啊。次个オトロでございます。オトロ就是金枪鱼脸上最肥的那个部位，它真的很肥美，但是一点都不油腻，而且师傅还在上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那个金枪鱼脂肪的味道就变得更加的鲜美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柠檬章鱼寿司，章鱼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但把它烤了之后再配上一点柠檬，口感真的提升了很多。然后这个青花鱼还很惊喜，它上面有一层果冻，那个是无花果口味的，又吃到了清奇的搭配。接下来就是海胆寿司了，第一个是蟹肉海胆寿司，长得就非常的好看，感觉蟹肉好多呀。海胆也是刚才才掏出来的，你吃的时候还得用手把它推进去。然后这个是海胆卷，虽然其实并不用一口吃，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海胆充满整个口腔的感觉，过瘾。接下来是金枪鱼的秋托罗，没有刚才的オトロ那么肥美，但是口感更好。这个好像是烤某种贝类，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好吃。最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份厚蛋烧和一份金枪鱼刺身，哇，这2个吃完就已经饱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压轴还来了一份烤鲍鱼。甜品的话是抹茶和巧克力大福。这家店我还能说什么？阿迪推荐指数10分，就是不同，卡玩意儿。我可以说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撼吗？怎么才能把肉烤成这个样子呀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没有不好吃的料理，只有不会做的师傅。想不到吧？就连这种日本人经常吃的烧鸟串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吃。虽然我没怎么吃明白，但我极受震撼。这家店其实并不是日本烧鸟界的天花板，但我看了一下排名，其实也很接近的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一个我妈开塞的 cos 那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又追加了很多单品。小菜是一大盘蔬菜，惊了，跳过可以吗？生的茄子。甜菜的第一道还比较惊喜，烟熏鸡腿肉和鸡胸肉，只有上下2层一点点是熟的，中间纯生，蘸一丢盐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是一道很迷的前菜，生鸡蛋拌萝卜啊，一点不夸张，还真的就是生萝卜。还好萝卜是甜的，然后是一份3拼小菜，从右到左，第一个是鸡心，外面裹的一层是2种芝麻，甜口的鸡心还是第一次吃。旁边的这个是肝，这个口感巨好，因为它里面是生的，在嘴巴里一下就化开了。然后就到我们的第一个烤串了，上来第一个就是最油腻的崩基地，就是鸡屁股，真的是金灿灿的颜色，全是油。吃完这种烤串喝一杯可乐肯定很爽，但是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胖下去了。说回刚才的烤串，下一串是鸡脖子，师傅跟我们讲这个串的皮和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有明显的层次感，那个皮吃起来跟牛肚一样有韧劲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提灯，提灯可以说是烧鸟界里面非常高级的一个串，就是把鸡的那个和还没有成熟的蛋串在一块儿，然后你一定要一口吃，那个口感特别神奇。开始的时候先是蛋液的味道，然后是后面那个部位独有的香甜，还很有嚼劲，不要怕，这个要点。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配了一个成熟的蛋黄，要用尖端把蛋黄戳破，然后裹满那个蛋液吃才香。这个串非常的日本，蛋液的鲜味完美的衬托出了鸡肉和酱汁的香甜，非常绝。我们还是来点素菜缓一下吧。芝士烤番茄，烤出来的番茄还真的有一股独特的炭火香气，然后就是特别的软，你用筷子一夹它都在爆汁儿。然后是烤的玉米笋，不过里面并没有被烤到，其实就是脆一点的水果玉米的味道。接着继续干硬菜，柠檬鸡翅，其实挤不挤柠檬都行，来一丢丢不会那么腻。感觉这个鸡翅怎么这么大，深色的那一面已经跟薯片一样脆了。咬开之后里面直接爆油。接下来是茶碗蒸蛋，它在上面浇了一层鸡汤，里面还放了一坨烤鸡，那白果香菇肯定也是有的。又到了我最爱的内脏鸡心，这个要的是盐烤，因为鸡心本身味道就很好了，只需要一点盐衬托出来就可以。接下来是鸡腿肉卷大葱，肉用的是鸡腿靠近鸡爪的那个部分，韧劲很足。然后是一串纯鸡腿肉，你们看到那个鸡皮了没？它那个皮下面还带了一层脂肪，光是放盘上就在冒油。然后他家的鸡皮特别有讲究，他们是把鸡皮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这样每一小片的边缘都能被烤到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亲子冬，感觉今天吃了好多蛋黄啊，不过味道是好的。最后的甜品是焦糖鸡蛋布丁，怎么又是鸡蛋？这个甜品巨扎实，吃完这个你还没饱，我只能称你为勇士。垃圾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哎，请问谁会吃什么地中海料理啊？10分钟前的我如是说道，然而谁知道瞬间打脸。
这种阿拉伯菜真的是越吃越上头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带着探秘的心情啊，来看一下这种异域料理到底好不好吃。然后我的心中有个疑问，就是什么才算地中海料理？知道了。从还没进这家店开始，这气氛就已经有那味儿了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站出来几个阿拉伯人开始跳舞。然后点菜就花了我们很长时间。加口量お願いします。都知道。然后第一个上了一个不知道是茶还是汤的东西，于是我抱着喝毒药的心情尝试了一口，它是很甜的花香。接着我们的第一盘就是主菜，好像是一道阿拉伯名菜，其实就是3坨酱泥蘸面包片，你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全部挖上去一口吃。第一个就像孜然玉米土豆泥的味道，口感特别的细腻。然后这个看上去应该是麻辣味的吧，这个有点像番茄烤鱼味。最后这个还有点神奇，是蒜蓉石榴味，我只能说这是无法描述的咸甜口味。然后又是一道很奇怪的菜，里边包的其实是肉末跟炒饭，感觉又长见识了。这道没吃过的菜。这个菜吃起来很像是羊肉炒饭，但它香料更多，就是味道更丰富。然后下一道菜是一盘类似茄饼的东西，里面加的是肉末和煮软的土豆片，吃起来特别的软，甚至还有点辣，但里面全都是一抿就烂的状态，这个还挺好吃。接下来上了一碗羊奶汤，奶香芝士汤，但是里面又有一种辣辣的味道。今天真的是把爷吃懵了。然后是一盘很好看的烤三文鱼，上面好像是一些土豆丝儿，但这道菜最经典的其实是它下面那个橙色的酱料，配上那一圈坚果和蔓越莓，那个味道非常特别，它就像是陈皮加肉酱混在一块的感觉，还有一点番茄的味道。这道菜的精华就是这个蘸酱。然后上了一盘香肠，这个香肠端上来的时候还在疯狂的冒油，而且它的肠衣特别的薄，吃起来就是外脆里嫩，下面的酱泥也要蘸一点。然后又是一道特别硬的菜，紫阳的羊排。这个菜怎么说呢？那个肉惊奇的嫩，羊肉味比较弱，反而是很蔬菜的味道，好吃。虽然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但我们还有一份主菜，咖喱炖牛肉，名字是我乱取了哈。这几坨牛肉已经被炖得很烂了，还是特别的软。阿拉伯人牙齿是不是不太好？然后最后的甜品果然不出意料，羊奶冰淇淋，奶味特别重，然后下面是一层曲奇一样的东西，是香醇的味道。哇，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认识的地中海料理，感觉主菜部分特别好。阿基推荐指数可以给9分，非常好。看玩意儿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。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务员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，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3人で。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约好的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，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咸的。第二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。这个菜牛逼。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，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。我说下一道菜，它是一块金木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，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，表面又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。虽然说这个是意餐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西瓜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，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它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酒的味道。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